入戏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。我看到你所有的采访、自我介绍都会说我是音乐剧演员。对啊，这个是你第一认同的身份吗？对啊，然后这我是我的职业。也是你的职业。对。所以这次就是那个歌手缺席，也是为了音乐剧是吗？说是这个是之前。这个是因为我的演出档期本来就撞了，其实对，嗯，因为我在参加歌手之前已经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因为这个演出是去年12月份就定的演出，就那个时候还没有歌手，我在录《深入人心》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定好了，然后之前已经与节目组沟通过这个问题。所以后边还会再回去吧？后面因为也会有演出撞的情况，然后现在目前还是在处理这个事情，在协调。对，在协调。我看就是你的粉丝说，你的缺席就相当于你们那个小 team 里面的造型师和搭配师都缺席了。我的造型跟搭配提过的意见也没有被采纳，也没有被采纳。对对对。你一般是就是对你们那个 team 的造型会有哪些想法？没有想法，那天是开玩笑，只是我在那儿，对，因为我们不是前一阵老去拍时尚杂志嘛，对，然后就老会看一些时尚方面的东西。其实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些造型，因为我不太懂时尚，但我喜欢有意思好玩的东西。你会在微博上搜自己的名字吗？会搜一些，比如说就是节目播完了或者我演出演完了，都会看一些评论。有看到扎心的那种吗？扎心哪方面？就是不太好的那种，看完之后心里像啊，这个很正常的，很正常。因为我老始终强调一点，就是我没有办法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我，那我尽量去做到不让他们讨厌我就可以了。你知道最近对你评价比较热的一条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郑云龙好自恋一男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你点赞了那条郑云龙穿牛仔好帅那条微博。那个是不小心点到的。不小心点到的。对，看到的时候还是有点开心的，是吗？也没有开不开心，其实那个衣服是挺好看的。所以那条点赞就是手滑的。对。就平心而论还是挺帅的。衣服好看，衣服比人好看。衣服比人。你有看到过那种吗？或者是经历过，就比如粉丝会喊郑云龙妈妈爱你这种？会。就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感觉吗？挺吃惊的，以前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话语。所以是能接受妈妈粉吗？能接受啊，这个为什么接受？观众喜欢你，对啊，对，我就很开心。对，一群10几岁的小姑娘天天喊郑云龙妈妈爱你。对。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。也挺有意思的。就是之前嘛，就是《深入人心》播之前，你的微博粉丝就七千多是吧？差不多。好像不到7000多，好像就几千个人吧。对，现在有70多万了。这种关注度和人气，你还适应吗？会有困扰吗？其实微博倒没有什么困扰，因为我不是很经常上微博。对。就是闲暇时间，然后就像刚才我说的，看一看评论啊，包括特别是节目，包括每次演唱的时候，因为，你唱的时候，你可能表演的时候，你不觉你是站在自己的第一感官去表演，那你可能没办法坐在下面看你自己的演出，所以希望得到一些大家的反馈，然后我再想办法去改进自己的不足嘛。以前演出也是这样。这些接机什么的呢，会喜欢吗？不适应。不适应。因为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暴露私生活和公开私生活的人。对，我还是喜欢留一些时间，留一些地方留给我自己。你会是那种台上台下分得很清楚的人吗？对。就是有一个开关，下了台就是我，就像有一个开关一样，下了台就自己的生活。可以这么说吧，因为这是职业就要这样的，因为每年要演好多戏，然后要如果不分得这么清的话，那你可能就没办法生活。人都是精力是有限的，对吧？所以还是要分开一点，好一点，然后这对你塑造角色也是有帮助的。感觉你现在你是很喜欢音乐剧演员这个职业的。对，非常喜欢。就是选择音乐剧这个专业，当时也是自愿的吗？
还是？是自愿的，完全自愿的。而且我只报考过音乐剧这个专业，我考学的。从毕业到现在6年就一直坚持下来了。对，而且我也基本上只演过音乐剧，没有演过任何的电视剧啊、电影啊之类的。其实我很好奇，但是也许会有一点冒犯，就我们的理解会觉得音乐剧行业，或者是演员，他也许不是一个非常能让自己生活的很好的一个职业。你就关上去了？没关好。啊。刚才那问题重新问一下。没关系。就是这6年你有过经济上的压力吗？有啊，当然了，经济上压力有。也坚持下来了。对呀。所以你这6年是属于自己在倒贴钱做这个事情的吗？会觉得？我前几年是真的是属于倒贴钱，前几年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就是演音乐剧的话。家人也支持吗？就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，其实我才能坚持，再往后坚持。如果家人不支持的话，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，那我也要吃饭。如果家里面不支持我，那个时候我就只能听他们的。所以他们看到你现在的这种人气和你在节目中的表现怎么样的？其实很开心的，像我的父母，其实后来对我也挺支持的。我参加这个节目之前，就是因为我去了上海以后，一切都变得好了很多啊，包括戏也越来越多，然后自己也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变化啊，因为我演了好多自己喜欢的东西，然后心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所以在舞台呈现出来就会越来越好。然后我妈妈每次去看的都是觉得我一直在进步，所以她觉得我当年选的是没有错的。挺好的。其实深入人心之后，你的音乐剧嘛，被黄牛炒到天价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吗？你怎么看待这种？这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但是这是一个演出或者说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吧，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控制不了的。那我就直白一点问啊，就是现在票价已经被炒上天价了，就是音乐剧你们的报酬什么的会有相应提升吗？没有任何改变。没有任何改变。对呀。有考虑过涉足影视吗？就是拍个。有考虑过，但目前还没有特别喜欢的剧本和这个戏，因为我还是首先我接音乐剧也是一样，我首先看的是剧本，是故事，这个故事跟这个人物足够打动我的情况下，我才会接这个戏，去尝试着去演这个戏。你有自己比较想要尝试的类型吗？就比如类型没有，就是只要是没有这个风格上都没有，我都没有说对，没有说什么特别喜欢的，或者是特别不想尝试。音乐剧也是一样的，只是就是人物故事足够吸引我就可以。后面会有机会看到吧？应该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影视剧或者是电影？因为目前还没有，目前这个打算。期待。你觉得《深入人心》这个节目，就对你的职业啊或者生活带来最大变化，或者什么？就让我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生活越来越忙碌，休息时间越来越少。能付得起房租了是吗？对，能付得起房租。也挺好的。关于颜值的问题，你觉得自己帅吗？还好。对，我们接下来会有那个刚才跟你聊的那个粉丝的那个拆解，你可以自己评价一下。你有学习到那个粉丝饭圈用语这些新的东西吗？没有。你知道“热”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云次方吗？知道啊。云次方怎么知道？云次方粉丝都这么叫啊。都这么叫。对啊，我们搞的嘛。你就只知道这一个是吗？还有什么？那你知道我可是什么意思？我可以，就是我可以的前2个字我可。不知道。你这不是破梗了吗？就是我可以的意思，其实就简化词呗。就比如看到那种就这种照片，就会评论1个字可。我可以。行吧。他不懂，他不知道，不能打开手机就能。所以你能看得懂，就是你上微博浏览的时候，你能看得懂粉丝在说什么吗？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比较习惯用这种饭圈用语。那些我看不懂。其实就是搜一搜粉丝对自己在节目中的评价之类的。你会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那深入人心啊，或者是这些节目吗？
会看。会看，开弹幕吗？不开弹幕太乱了，也特别影响我看节目看弹幕，因为满满的真的很影响视觉上的美感。行，你真的是很老派啊。对，我看任何电影什么乱的东西我都不开弹幕，那太吵了。你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云次方，你知道还有几个云次方定律吗？不知道。就是想向你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。就比如其中有一个比较热的定律，就是以大龙为圆心，画一个直径5米的圆，这个圆里的这个范围以内一定有嘎子哥出现。节目里吗？是节目里吗？它指的就是日常，就意思你们天天黏在一块儿的意思。啊，你没办法呀，这咋办？那天老一块录节目，老一块那个什么演出啊什么。如果不是深入人心这个节目，你们之前联络多吗？就是私下因为我去上海以后就联络不多了，就联络不多。因为他一直在北京，所以要不然他去演出的时候我们会见，要不然我来北京演出的时候会见，就这样，因为都很忙嘛。你知道他说他看过你所有的演出，你信吗？我所有的演出，我想想，好像真差不多，好像真差不多，就是应该没除了《堂吉诃德》跟《谋杀哥》啊，《谋杀高》他也看过，但《谋杀高》他看的不是我演的。是其他。好像只有近期几个戏，只有《信》跟《堂吉诃德》没看过，之前他好像都看过。是你送他的票吗？你的票这么难买？对，以前没有那么难买。是，接下来会有机会一起合作吗？有啊，机会肯定是有，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12月份是吗？对。那时候买票可能又要打破头了。对，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所以，比如你有新的演出上的时候，你都会给自己的朋友啊送票这些。当然了，原来一直会这样的，因为，特别是同专业的，或者说一些老师之类的，因为他们会给你很多意见，对你来说非常大的帮助。就像我刚才说看评论一个道理。挺好。我们这儿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觉得可能如果你不想回答也可以啊，就是舞台剧上，你觉得它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音乐剧对你来说它的魅力是什么？音乐剧对我来说魅力就是同时容纳了我2个非常喜欢干的事，一个是演戏，一个是唱歌。因为这种艺术表现形式非常的丰富，在台上的风格的多样化，包括整个的歌舞场面，包括这个可能是在其他艺术门类的很少能见到，能融合在一个演出里。就是深入人心的时候，你的节目就尤其是你或者是嘎子跟你俩唱歌的时候，弹幕都是宛若大型蹦迪现场。你会蹦迪吗？一般你私下放松会做些什么？睡觉。之前说你是连微信都不用的人是吗？我是16年底有的微信。16年底有的微信，那之前都怎么跟朋友联系呢？写信吗？飞鸽传书。短信。对。就会发短信。对。会回复吗？会收到回复吗？不是，我也不会无缘无故发，有事儿的时候才会发。有事儿才会。我不会说发个短信干嘛呢？我从来不这样。微信我也不这样，就是一个就工具嘛。那你现在会发朋友圈之类的这些？会，但不特别的不频繁。特别的不频繁。特别不频繁。我之前有一个采访，然后他没跟我说，之前没跟我说是跟朋友圈有关系的，然后就是要展现你每天在发朋友圈。我说我平均1个月发1次朋友圈，但不可能。我说你看，后来主题就换掉了，这主题太不适合我了。我有一次1年就发了3次朋友圈，有一年我忘了是哪一年，18年好像是。都哪3次？新年好。就是真的是。新年好，中秋节好。对，然后剩下就是全都我的戏的广告。戏的广告。那你朋友圈谁发的是最频繁的？工作人员吗？我的朋友圈。就是你看你的朋友圈里的朋友谁是发最频繁？你说你认识的吗？就是你的微信好友里，你平时留。那我说谁你也不认识啊？好吧。说的他认识。你说你认识的是吧？对。最频繁的，我想想看一眼。就
看到最频繁的这个，我真的是，啊，没关系。你真的好认真哦。大家今天竟然都没怎么发朋友圈，不可能的，收到是谁就是谁了。第一条，哎，都没起的吧，是吧？没关系，大文哥找不到也没关系。不，必须要，因为我那是没什么印象，突然问。所以你会平时在朋友圈和他们互动、点赞这些吗？我基本上不会，很少，除非他们就说了一个这就是我感兴趣的话，我才会。你平时会用表情包吗？自己的或者是？会，就很有意思。我今天整个上午生人期没有任何人发朋友圈，这太神奇了，从来没出现过。啊，宅里说天，宅里说天特别愿意发，就是非常频繁发朋友圈。行，你真的太认真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。所以你平时是会用自己的表情包跟大家聊天是吗？也不是很频繁的，就是偶尔也会用。对，就是很有意思的会用。你在微博上看到粉丝给你做的表情包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？还记得吗？就我发微博那个鼻孔出水那个，那简直太经典了。那个粉丝托我们来问话，说你的微博头像打算换吗？不打算换。不打算换。除非我能有一个比这个还好的创意，那种会换。你是觉得这个微博头像是好玩的？对，这个妆是我自己画的，这个不是光头强，是我自己。这个是我演出的一个角色，曾经演过的。就是如果说你长得光头强加金馆长组合，你不会生气是吗？不会生气啊。不会生气。就戴假发的光头强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对吧？你知道营业是什么意思吗？发微博吗？你上一次被迫营业是？啊，被迫营业太多了。对，你这是我的粉丝应该看出来哪条是我被迫的，哪条是我想发的，肯定。你理解的营业就是发微博是吗？啊？你理解的营业就是发微博是吗？我们接下来一些好玩的粉丝问题。好。就是在歌手那个好想大声说爱你之后，大家都有设计一个比心的动作嘛，然后你是除了比心还有一个撅嘴这么一个小表情，你是对，你是这个不是设计的，无意间的。哦，就是真情实感流露的对粉丝的爱，要一个波波是吗？有可能是无意间。行好，然后打算粉丝有想问，打算什么时候把8块腹肌提上日程？暂时没这个打算。没有这个打算。没有这个打算。就是粉丝不用抱期待了是吗？基本上不太用了。哦，就一切都随风而去吧。对。离家出走。但也不一定，说不定有一天就突然就出现。那我们最近没有时间，你知道，就是太忙了。其实我之前去年5月份去深入人心，包括我刚开始录深入人心，我都每天去健身。到后来实在是没有时间，而且每天熬夜，然后下班又吃宵夜什么。我本来属于吸收特别好的体质，吃什么都胖，所以就要严格的控制和那个运动才会。那还是要锻炼呀。对呀，那就是实在是没时间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还是很帅。谢谢。就让粉丝先期待一下什么时候可以期待一下提回来。可以。还有就是当时有上一个热搜嘛，郑云龙裤脚塞进外套，就是很时尚。你怎么看待这个上热搜？我就根本没想到这个视频会发出来，因为我们那天在事务服装是开玩笑，真的是纯开玩笑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是谁录的视频我都不知道，然后突然就发出来这个了。你觉得时尚吗？我不觉得时尚，我就觉得挺那怎么来了这么一个灵感？就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小巧思。那条裤子是谁的？一开始说要让谁穿，好像让嘎子穿，他不说他不穿，然后他说那个太黄了，还是穿的，我想不起来了。然后我就无聊嘛，在那玩，然后就系在脖子上。就突然来了这么一个时尚。我就没有想过这个会播出来，这没想到时尚方面想。那看到上了热搜，自己心里什么感觉？太奇怪了。迈入了时尚的大门。从来没这么想过，就太神奇了已经。
行，然后之前就是说到大家都有分享自己最喜欢吃的嘛，然后你分享的就很特别，最喜欢的是口味蛇。在长沙最喜欢吃。哦，在长沙最喜欢的口味。